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呢，我会给你简单分享一下琉璃目前用的流放之路2感电导雷的电法玩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套视频里我会给你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套玩法的整体特色然后呢也会给你分享一下它的核心的机制，还有操作页的要点。但是我不太建议你去直接抄我身上这一套。如果你是新手入门或者是想转型这种玩法，我建议你去抄沙耶的那种低配的构筑，因为我目前的这一套玩法整体来说造价是非常非常贵的，我要它同时能兼顾一定的伤害秒 boss 的伤害，还要有 MF， 还要有让我舒服的手感，然后呢还要有比较高的战斗的扛打断能力吧，算是就是既能扛晕又能扛动，然后呢大部分情况也不会死。所以呢，我的整体的造价会非常非常高，但实际上你玩的时候可以去舍弃一些东西，比如说舍弃 MF 或者说舍弃一些坚韧或者是伤害，你肯定会玩得更舒服这也是流放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你想要做一个6边形战士可以那你就要高造价，你想要舍弃一部分，那你的 BD 就能很快的运作起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会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一个 build 的特色就以实战这边给各位演示一下。然后呢，演示完了之后，我会再说一下我们这个 build 的几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机制怎么音效这么大呀？调低一点吧。它这个 BD 的核心机制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纯电球转成了用电球来触发导雷的一个思路在应对小怪的时候可能没那么舒服，但是呢，特色就是在应对精英尤其是 BOSS 的时候，你会发现打得非常快，而且呢，因为我们的导雷感电石触发这个东西被 GGG 之前砍过一次，对小怪的能量获取非常低，然后呢对精英跟 BOSS 的获取是正常的，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在刷图的时候，这个导雷永远是能非常稳定的劈到精英或者是 BOSS 头上的就会导致我们在刷图的时候打得非常的干净你原来那种电球的打法呢，想要做到稳定的高效率的击杀精英其实是需要非常高的面板的，但现在我们这一套可能电球不太需要高面板，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你纯电球搞到后期肯定也是能玩的，但是很有可能会怎么说呢？造价非常高我就是觉得如果再拉电球的造价，万一电球被砍了很难受，所以我就玩了导雷这一套因为我现在副手是要带马盾的嘛，马盾是一个没有任何输出能力的东西前提是你不往上插魔力宝石，跟我一样插这个稀有度的宝石，所以呢就会导致输出没那么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比较需要这个东西了。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恢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我这里稍微等一下怪吧，你可以看到我盾现在被打空了是吧？然后怎么没有小怪把小怪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密集的怪海来给各位展示一下我们这个 BD 的回盾能力。回盾虽然其实靠的是感电石触发吧感觉渗透这张图的小怪有点太少了，不太好演示这个被密集怪围住之后的回复考虑一下我找个怪堆来再重新演示一下。那哪里有怪呢就这样吧你可以看到我的盾刚才被打空了，然后蓝也被打掉一截，这时候我触发一个导雷，我的盾跟我的蓝瞬间满了。这就是这个 BD 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你在刷裂隙或者是高密度的怪群的时候，你的生存能力会非常非常的强当然这个也是你的整体的输出起来了才行，你输出没起来的话，你去带击杀感电敌人回盾给你导雷，可能会导致伤害不够这个在我们待会儿聊技能的时候也会有提。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简单把这张图给刷完吧然后应该是找个 boss 打吧我们这边再去看一下这个 BD 打 boss 的能力。就很多朋友呢，你如果超了导雷的话，一开始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感电幅度堆得不够高，然后你就秒不了 boss。但实际上你如果完全成型的话，那么你在打单人难度的情况下，大部分 boss 应该都是蓝打空之前 boss 一定会死然后如果你像我这样再缝一个护盾体系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出现任何的生命危险的那我们这边就先跳过这个手吧直接找一个 boss， 毕竟只是一个实战的演示嘛。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可以看到这只精英我虽然没有打它，但其实也是有雷来劈它的劈上它就死了。这种小房间很强，大地图的话呢，就可以更好的发挥我们刚才演示的那个特色了那这边我们找到了这个图的 boss你可以看到2道雷，蓝大概是掉了1/3左右这个 boss 就被我秒掉了。
那接下来啊，我会简单的说一下这个 build 的整体的构筑核心啊，还有一个贵一点和平民一点的构筑的思路啊。我们这个 BD 的构筑核心也很简单，就是利用我们的电球来打感电啊，给电球挂一些这种增加感电几率啊这些东西的宝石，然后我们额外带一个感电石释放。这个宝石现在是英文的，它的实际意思是就是你在感电敌人的时候获得能量，能量达到一定数值就会触发它上面的法术啊。我这边呢演示的时候用的是导雷，但之前视频里我也用这个东西有玩陨石啊，就只要你的能量获取够，那么你就可以用它去打任何的你想打的法术。用导雷的原因呢，我们待会儿后面会说一下，这里是推荐你玩导雷的。然后啊，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同时开启大法师和感电石释放，你需要160的金魂啊。你这边看我现在是166的金魂，那么这额外60点的金魂怎么找呢？有便宜有贵的方式，我目前用的是比较昂贵的方式，也就是衣服和头2个部位都找了金魂。衣服这边是可以自带60金魂的，但我没有买，之前买不起那么贵的衣服，所以呢，我的选择是头找了1个金魂，头这边是可以挖出来21金魂的。但这样的头本身也是很贵的，有多贵呢？就给各位看一下啊，我这边这个仓库里，这是还没有卖掉的，全这种各种各样的被污染过的头啊。我看一下拿哪边会好一点。我的仓库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全都是被我挖坏的，这个头除外，这几个头全都被我挖坏的，这种还是挖的比较好的啊，挖出来2个孔，挖出来了之后效果没变或者瓷质变烂的，全都被我直接拆了。总之是一个很贵的配方。那么还有一个方案是什么呢？是力抗黑暗这颗宝石啊。像我现在力抗黑暗这边插的是一个最大魔力加冰冷抗性的钻石，你也可以呢去插一个最大魔力加范围内的中型天赋，赋予你最大金魂啊。这个肉值是能到12点的。那么接下来你把这一个范围内像野心天才、心灵抹除这些东西给点上，点个5点。一样也是能通过力抗黑暗来获得60点金魂，开我们的感电石释放的。当然，这样的一颗力抗黑暗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虽然说现在是有那个厕所的复制 bug 吧，让力抗黑暗这个珠宝价格下来了。我之前看的一个90神圣石的珠宝，今天看了一下只要30了，然后我就没敢买啊。所以还有一个比较便宜的配装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权杖。权杖的话，我看一下，就是你找一个类似这样的权杖啊，它有最大魔力啊，有一定的属性，有魔力回复，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挑剔一点，也可以给这个权杖找一个什么属性呢？找一个最大金魂，这样子一个权杖理论的极限是能给你提供大概160点左右的金魂的啊。你除了感电释放之外，你就还能再连一个传送，再连一些别的技能了，然后把它放在副手。就权杖这个东西是能跟魔杖一起放在你的主副手分别放的啊，这个在我们之前开荒的时候前期视频里也有提到过啊，那期视频我觉得是还算能抄的，后面我的装备太贵了，就是各位我觉得抄不起了，我就没有再出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前期补星魂的一个思路。沙耶之前的那个双感电的视频也是用的这个思路，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啊，这个就是怎么找金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感电的这一系列机制。就你刚开始玩感电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的感电石触发导雷的频率会非常非常低啊，那这个是跟你的伤害还有它的机制2个方面都有关的啊。我们接下来先来说一下感电和感电幅度，还有怎么快速感电啊。就先来说一下感电这一个机制啊，感电这一个机制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就能看到它这个电机翻译是错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感电敌人的时候获得能量嘛。然后感电呢是一个我们的闪电伤害击中敌人的时候可以让敌人进入的一个异常状态然后我们攻击敌人的这个闪电技能，它的伤害越高，那么敌人被闪电的频率或者说被闪电刚才那个有点咳嗽，这边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闪电技能伤害越高，那么敌人在这一次攻击之中积累感电的这个条就越高，这个条你积累满了，敌人就进入感电状态了。然后感电是一个让敌人受到伤害增加的异常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想要快速的触发感电石触发，
我们就得把我们电球的伤害拉低一点，给电球连什么呢？连这个传导啊，让电球有更多感电几率，实际上就是让你的感电的积累速度翻倍了。还有这个我们的奔窜电流啊，奔窜电流的话是让你在群怪的时候可以超高效感电的方式。那这两个是增加感电的积累速度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在风暴编织者它有一个升华，是目标可以受到2种感电影响啊。那我们在堆了感电幅度之后，是可以给敌人挂上2重感电，让敌人吃到非常非常高的额外增伤的啊。那这个就是感电怎么打。然后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辅助宝石之外，还有正常提升伤害来让敌人加快感电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来增加敌人感电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装备上堆一个感电几率的磁条。那需要注意的是，辅助宝石的这个传导的感电几率跟我们装备上或者说天赋上的应该是相乘的啊。就沙耶的天赋盘，就我建议你抄的天赋盘，它会找比较多的这种感电几率，比如说啊这边它也是有连的，但是我这边这一套是比较贵的配装，我的选择很简单啊，我在我的魔杖上找一个90%的感电几率。因为我觉得天赋这边啊3点你可以看到一共只有70，对吧？那我一个魔杖能拿90了，我觉得魔杖这边拿更赚一些。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珠宝上拿啊，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东西。然后呢，如果你的伤害有一定水准，然后你的感电几率也堆得比较高了，那这个时候你还想提高你的感电石释放它的覆盖频率，那要怎么办呢？堆能量获取啊，能量获取呢是我们可以在天赋跟珠宝上找到的东西，比如说这里啊，不对，应该是这里啊，这里它可以让你主要技能获得能量增加，然后这边啊也是可以找到的啊，这边是可以找到几点的。沙耶的话应该是会过来连这边的狂野风暴嘛，它会在这边去找几点，但是呢，我现在是涂油的狂野风暴，我觉得走这边的天赋比较费点啊，所以我就涂油了狂野风暴，然后这边就没点。那我是怎么解决我的能量回复的呢？我找了一些喵喵小珠宝啊，就是这种珠宝，前缀我会找感电幅度、触发法术以及最大护盾，后缀这边呢我找的就是主要技能获得能量啊。你可以看到我的很多珠宝都是有找这种主要技能获得能量增加。那这些珠宝啊，配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天赋点点起来，你把这个感电石释放的获加能量啊，它这里有个能量的效果，对吧？这个东西我建议你是堆到160左右，要么就不堆，堆到160左右。160这个档位左右呢，是我觉得一个非常理想的档位。打金银河、打那种 BOSS 基本2-3下就触发了，然后打小怪的话，2-3只小怪在一起嘛，也能偶尔劈一道雷，很不错啊。当然还是不建议你就是在面对1-2只小怪的时候就打，对吧？那这个就是整体的如何加快你感电石释放的一个效果。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有比较充足的伤害啊，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增加感电效率、增加能量获取的一个前置是什么呢？是你既能有足够的伤害啊，打到敌人身上能有一个比较高的基础的感电，这样子你才能更效率的劈雷啊。然后我们说完了感电的效果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什么呢？就是感电幅度，还有为什么要选导雷的原因了啊。那感电幅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这边还是拿珠宝为例啊，你可以看到我珠宝上找了一个施加感电的幅度增加16%，对吧？那这个感电幅度的意思呢，就是增加我们感电这个异常状态的效果。感电这个异常状态它的基础效果是1层20%的独立增伤，但是如果你堆了感电幅度，它就会一直往上加啊，就包括我们的技能连线，我们的电球这边啊连了一个强化巨能，它就会让我们电球施加的感电幅度增加75%。那这一些啊小珠宝，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还有我们在天赋里点出的这种感电幅度堆积起来，可以让我们感电敌人的幅度变得非常非常高。我刚才演示的战斗视频中，我的感电幅度是70%，然后因为2重打击的效果，这个70%实际上是能生效2次的，也就是说敌人会受到额外的1.4倍的伤害啊，这是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增伤。然后更变态的来了啊，那就是导雷这个技能。导雷这个技能它的效果是敌人身上每 5% 的感电效果增加 100% 的击中伤害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敌人身上的感电幅度来增加它的伤害。那我相当于说我堆感电幅度可以同时吃到我2重打击它的额外的幅度增伤，还能够进一步放大我的导雷伤害啊，这就会非常非常变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的
导雷堆够伤害之后，我甚至会给他连一个电击虹吸，让他在击杀感电的敌人的时候给我回盾。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在怪堆里啊，盾蓝被打空了，我一个雷劈下去，瞬间盾跟蓝全满的原因。因为我还堆了额外的这个小珠宝啊，堆了额外的击杀回蓝，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效果啊，这样子导致我在杀怪的时候又能回盾又能回蓝。然后呢，群怪我只要电球能扔出去，电弧打到怪，很快就触发导雷了，触发导雷杀怪给我回蓝回盾啊，让我在群怪的时候非常的爽。打 BOSS 的话呢，就是伤害拉满，伤害只要拉得够足，那 BOSS 就能在你蓝清空之前被打死。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高配的玩法。如果你的配置比较低，你蓝打空之前打不死 BOSS， 你就只能用它来纯割草了啊。那接下来啊，再说一下珠宝要怎么选。我这一套的珠宝先跟各位说一下是比较贵的啊，我建议你在珠宝的前缀去寻找最大能量护盾或者是感电幅度。理想情况下肯定是像我这颗蓝玉一样的前缀找感电幅度加最大能量护盾。那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堆最大能量护盾这个词缀，因为我戴了永恒凝视这个苍蓝项链，这个项链可以把我的最大魔力值转成我的能量护盾啊。然后为什么我要堆护盾呢？不是说护盾它有特别好的抗伤，虽然它确实现在抗伤能力很厉害，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是个医血的啊，我点了这边的异灵术老师啊，让我的生命变成1免1混沌伤。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去寻找解冻跟解晕的手段，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只有1的时候，怪物的所有攻击打我们也是会吃到这一个1生命的加成的啊。就本来你有100点血，怪物要对你造成100点伤害才能让你动，现在你只有1滴血了，怪物对你造成1点伤害就能让你冰冻了。所以我们需要堆能量护盾，然后在天赋或者是珠宝上找到这种根据你的最大能量护盾来获得额外眩晕门槛的效果。那你堆了盾之后，怪打你就没那么容易晕了。然后还有一个冻结也是比较烦的，所以我这边选择是带一个解冻护符，对吧？但还有一种很高配的手段，你带一个梦雨之痕那个蓝玉戒指，一个暗金戒指，它的效果是增加你30%最大魔力，同时也会让你不再受到冰冻的效果，这是我觉得梦雨很牛逼的地方。但现在呢，因为 MF 也就是物品稀有度的收益太高，导致我觉得梦雨的收益没那么高了，我现在就没有带梦雨了然后 TP 甲现在因为这个复制东西我也不敢买，我就怕买到别人复制出来的，然后被 GGG 事后追封了，现在就很烦钱不知道怎么花然后整体的珠宝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几颗，我把它给拿下来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目前的搭配。我比较推荐的搭配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像这个名誉这样，前缀是感电幅度加最大能量护盾，然后后缀呢是主要技能获得能量，还有法爆跟一定的别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这边的这种击杀回蓝，对吧？但是这种珠宝4缀全对的你其实是很难找的，所以我现在是穿插着找你看比如说我这个珠宝它是能量护盾加感电幅度，然后加击杀回蓝，然后加了一个全域暴击率，对吧？那就没有主要能量获取了。然后这边我是主要能量获取加法术暴击率，我就没有击杀回蓝了就还有一个增伤比较高的词缀叫什么？叫被触发的法术伤害提升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就正常我们在蓝玉这个珠宝前缀你找的元素伤害或者法术伤害，它上限应该是 15%， 但是这个被触发法术它的上限就是 18% 了，会让你的导雷劈的伤害会稍微高一点但实际上影响也不会很大。总之就是如果你没有像我这么好的珠宝条件，那我建议你会学沙耶那样在天赋上找一点这种感电几率，对吧？让自己能更好的感电，然后在天赋上多找点这种感电幅度，让自己的感电的效果更好。但如果你跟我一样装备很好，而且魔棒上也找到感电几率，那你就可以学我在珠宝上找这种感电幅度，然后天赋这边进行一个调整因为沙耶那种点到这边的点法，我觉得不太适合配我这种带力抗黑暗的思路，因为力抗黑暗这个宝石它的1%最大魔力也很香嘛。就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5400的蓝我把这个宝石抠了这个宝石抠了之后它就变成4900的蓝了，相当于一个宝石给我加了快500的蓝，这收益我觉得是非常高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宝石还有技能还有我们的整体的天赋怎么选还有一个整体的装备情况。就首先是技能这边就我们先说一下我的天赋这边是连了一个崛起风暴就是给元素风暴的一个效果的，就这边这两个像意志之力跟这个2重打击肯定必连的嘛。那第三个我连了元素风暴，元素风暴这一个技能是暴击的时候在地上出现了一个小漩涡
然后我带这个风暴干什么呢？很简单，我让这个风暴来帮我放一些我平时要调换的技能格子以及挂暴晒它暴击的时候就会触发，然后触发的时候我拿电触发，它就是一个电系的嘛，所以呢我给它挂了个闪电暴晒加一个剥夺，这样子我在打精英或者 BOSS 的时候，如果这个怪够硬，那么我就可以给它挂暴晒了。挂暴晒是一个减抗的效果，对吧？那如果这个精英很脆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挂暴晒了，因为它已经被雷劈死了这样相当于是全自动挂暴晒，不需要像我们之前那样子，你带个什么闪电漩涡之类的你在漩涡里打怪挂暴晒，我觉得那样太麻烦了，我都装备这么好了，对吧？还是自动化一点。然后电球这边我还是说一下，我现在装备比较好，哪怕是我现在这么连，我电球也是有单发14000的伤害的它的技能呢，我连的是启发、减耗，还有这个涡轮，这两个其实是你玩电球是必连的，然后另外3个是3个感电相关的，一个是感电击中的时候概率感电周围敌人，另外一个呢是感电幅度增加，还有一个是感电几率增加。这一个奔窜电流根据你的情况来，如果你是要打单体的怪或者是打 BOSS， 你可以把它考虑换了，换个崛起风暴来增加电球的伤害，或者换个密能节奏让你的手感更好。然后是诅咒这边的话呢，导电我给各位简单看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好说的需要注意的是，我这边副手是有专门连一些诅咒的效果的看这里，就一般来说，这个是前期推荐你用的一个套路，就是你副手技能连一堆这种导电的效果，然后副手找一根这样的法杖，这个法杖呢是必须冥想长杖的基底，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咒符之力就插一个阵，让怪物，然后你站在这个阵里会增加法术伤害，对吧？这是一个独立增伤，然后给它找一个释放速度和法术技能等级然后你在扔这个阵的时候，或者是你把诅咒直接绑在这个副手像这样子我这边是诅咒只绑在2件套的，这样子你扔诅咒的时候就自动切这个副手了切这个副手杖扔，然后能吃到副手杖的等级以及我们的天赋，这样子一套下来，我们的导电就能够减少怪物70%的电抗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好用然后大法师这边是连了个闪电技能的是，那这里说一下大法师这个技能你想要提升它的额外伤害，除了给它打品质打满之外，还有一个方式是给它找一个20级的宝石因为 GGG 它不会数小数点，19级的大法师你通过我们的闪电专精把它变成20级，你会发现它的增伤还是只有最多 6%就是我这边是现在是7加2变成9嘛，那你看的话可能就是6加2只有 8%，你只有拿一个20级的金魂宝石配合我们这边的闪电专精把它变成21级，它才能加 9% 的额外伤害，这个是大概 10% 的提升，收益是很高的然后我还要说一下，就我们现在不是能够瓦技能石吗把技能石瓦一下，通过瓦尔宝珠可以把它变成加1级的，但是瓦出来的20级的大法师显示可能还是 9%， 但实际上你的装备伤害是面板是不变的这应该是个 bug， 等继续修吧然后接下来我多连了个闪现这个技能的使用的方式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个诅咒一样的，就是你看我这边把闪现绑在只有第2套生效的，它不会占用我主手大法师嘛，我主手就是大法师加感电石释放，对吧？然后我切到副手扔个诅咒切到副手，大法师就按下来了，因为大法师我设置是只有在第1套生效的，然后传送第2套生效，这样子呢我副手扔个诅咒，扔完了之后我能立刻传送，对吧？然后呢我再扔个电球被我设置在只有第1套武器打，这样子我就能走路了就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切换武器 TP 传送的思路，跟那个暗黑2的传送杖也差不多就非常非常的暗黑2你甚至可以打到一半的时候丢诅咒，然后用传送来打断你丢诅咒的后摇或者是打断你这个献祭的后摇这个是我待会也说的，这是副手的一个猴戏。就副手这边呢，我选择给他带了5个骷髅牧师因为我不带大法师了嘛，精魂比较空余，带了5个骷髅牧师，然后我给他上了一个灵魂献祭灵魂献祭会增加我们的法术伤害，给他挂了一些增伤用的效果。那这样子呢，在打 BOSS 或者是打一些血很厚的怪之前我就正常扔电球，然后他出来嘛，刚才的 BOSS 出来之前不是有一个前戏嘛，我们就拍个阵，然后献祭一下我们的召唤物然后你再正常扔电球，这个阶段只要这个注入这个持续时间在，我们就能吃到增伤，这样子就能保证你的导雷能够秒 BOSS 了当然如果你的装备够好，这2个技能都是不用带的，包括什么冰强火强，这2个也都是完全不需要带的吧像我现在带冰强更多的时候呢，是用来穿墙以及去辅助我的那个永恒骑士吧，就这个游戏现在有一种叫永恒骑士的怪，你打他之后会出那种
投射物反弹到你身上，对吧？那你对他扔个冰墙，这个怪被冰墙拦住，他打冰墙，然后他就死了，就很简单啊。冰墙还有一个妙用就是穿墙，就正常的这种墙壁，很多时候呢你是没法用传送跳过去，就有的那些封死的墙壁吧，我这边暂时也找不到，但是呢，你对他这样子，你扔个冰墙啊，然后你会发现你就能跳过去了啊。这个到时候我去补录一个穿墙的视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bug。然后整体的技能就是这么连的。然后最后说一下我们的装备怎么选啊？装备这边的话，我还是要说一下，副手带马盾加 MF 是一个中后期去追求的选择。大量的物品稀有度可以让你刷图掉的东西更多，但是也会极大影响你的战斗力。你带法器的话，伤害应该会比我高。然后主手的武器这边，我选择前缀是找这种法术伤害或者闪电伤害这种 A 伤，然后堆最大魔力。后缀的就是闪电技能等级和感电几率。然后我们这个玩法的核心速度其实是导雷，所以这个释放速度其实可以根据情况换的，换成魔力回复，或者是换成暴击几率，就法术暴击率都是很不错的啊。释放的话也勉强可以，因为我们打怪的时候释放高了嘛，你可以像我一样走一下扔一下更流畅啊。比如说我这个戒指我摘了，你会看到我这个释放啊扔技能在走路的时候明显就会有卡顿了，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情况啊。然后头这边啊惊魂头，这是我唯一一个惊魂头，还是乍得送我的，我没有。自己到目前还没有挖出来，如果能挖出来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在前缀找个护盾，或者是再找一个物品稀有度之类的。然后惊魂衣服啊，这个就没办法，带惊魂的衣服现在都很贵啊。不过有一个折中的方案，什么呢？你去找一个这种不败王者宏伟华服啊，找一个带镶嵌灵魂核心加魔力，以及镶嵌符文和灵魂核心加惊魂的。然后你可以从这件衣服上找到50点惊魂，还有应该10%的魔力吧，再给它镶满魔力珠子，能打20的魔力，也算是一个前期凑合的方案了啊。当然你不去在这个衣服上找魔力，找全抗全元素抗性也是 OK 的啊，因为你找完全抗之后，你身上别的部位的抗性就可以调剂了，对吧？然后腰带这边带的肯定是独创，这个腰带可以增加我们2个戒指的效果啊，可以让我们更轻松的用一个戒指解决我们全身的抗性问题。比如说我这个黄玉戒指啊，你看我现在身上的抗性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戒指一摘啊，很多抗性都直接暴毙了，对吧？就这样子，我一个戒指找个100抗，另外一个戒指就能去找这种又有释放又有一定的小抗性，还有一个物品稀有度的这个了啊。当然魔力还是重要的。然后手套这边我现在没带奇多可了，带了一个我自己挖成2孔的这种有魔力、稀有度还有抗性的手套啊的这个爆伤加成其实是覆盖的，如果是别的抗性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鞋子这边的话呢，就是因为我别的部位抗性找的太多了啊，所以我这边就找了一个有移速有魔力，然后补物品稀有度跟智慧的鞋子。那这个鞋子也是我找了好几双啊，因为我不需要抗性嘛，我就次缀后缀都是找了智慧，然后每双都挖了一下，挖了一个2孔的，打了2个魔力就来用了啊。那整体装备就是这样。啊，最后就是这个苍蓝这个项链的话呢，其实是降输出的选项。就我这边副手跟项链其实都是降低输出、提升自己刷图体验的方案啊，看你自己的选择吧。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这身装备包括天赋什么的，之前也都在动态里有展示了，大家想看的话，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啊。东西就不放暗黑盒了，省得别人说我炒货。如果你想要抄暗黑盒的话，到时候我会把沙耶的攻略放在那里，你自己去看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琉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